浙江再见云贵川，我们回来了。大家看清楚，这些不是去江浙沪打工的，而是年初去江浙沪，现在开始回家的。今年的江浙沪太难了，大家不要听网上那些气哄哄的说随便做7、8千上万，走到哪里都是17、18块钱1个小时。尤其是在浙江，很多厂是不供吃不供住的。你看看招工市场现在都没什么人，找工作的都很少，都是一些大龄工在找，除了招工的就是一些大龄工或者是宝妈啊，都没什么人。下面的工资太低。今年工作不好找，大家珍惜啊！现在的工作，你看看市场上面招工的人没多少，但是要打工的人不得了，全部是啊。2026年一开年，中国经济更加萧条。新年假期刚过，广东、上海、浙江等多地又爆返乡潮，大批民众都在哀叹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回家躺平。网友们都说没办法，现在外面的工作太难找了。也有大陆民众说，失业潮将使许多人的生活陷入绝境，引发社会动荡。2027年第一批回家过年的了。看到没，好多人啊。合肥办了一个招聘会，你看这队伍，你看一下这队伍，我的天，这到哪了？看航站楼都瞧不见嘞，还看不到头嘞。没得救了。去年没赚的钱，这年也过完了，也迟迟没敢出门。看见那些出门的拉着腊肉又回家了，真的不知道咋办呢。回了家半个月了，天天在这里躺板板，住的是贫民窟啊！看，在厂里面吃也吃不饱，吃的比猪差，睡的比狗晚，起的比鸡还早，这就是住的地方，现实版的贫民窟，看到没有？比徽州那边的贫民窟稍微好一点哦。看一下今天美好创意啊！哎呀，太夸张了，整个大亚湾的人应该都来了。对的，哪有骗这种的？又一个厂倒闭了，一堆债主过来搬东西了，全部车堵门口。完了，钱完了，你们看看，放眼望去全是送外卖的，工作不好找，都来送外卖。台湾那边的同胞们，快点回来吧，回来过像和我们一样的幸福生活。刚过完年，这开店的店里一个生意都没有，这车都没有，人也没有，今年是不是更加险峻呢？我们这一条街往那边走，然后包括前面，我数了一下，前后起码有10几家门面在招租啊。天眼查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，第一季度大陆企业有超过46万家倒闭，其中57%的企业存活不足3年。另外，还有2.6万家外贸企业在此期间注销、吊销。经济学家估计，中国总计约有6000万人在和出口相关的行业工作。若出口下跌30%，则有可能造成约18000万人的失业。网上很多网友都说，大城市外卖员人均月入过万。这一视频呢，我们来到了新一线城市佛山市，让我们把镜头给到外卖员，从他们口中得到最真实的答案。魏哥你好，方便问你个事吗？您对月入过万这个是怎么个看法呀？没什么看法，月入过万都是那些估计是炒出来的吧。有些人熬的话可能熬得到，比较难是吗？是啊，比较难。请问您一个月收入多少？7、8千吧。那一天工作几个小时呢？10个小时左右。月休几天呢？4天。那一个月还能存多少呢？你要存，你不抽烟不喝酒的话，就5、6千肯定存得到咯。哥方不方便打听个事啊？你说，您是专送还是众包啊？众包。那您月入过万吗？没有。那你一天上班上多少个小时？10个小时吧。那月休几天呢？2天。那一个月具体能跑多少钱？6千。那除去日常开销还能剩多少？2000吧。在外面有份工作，有个5、6千块钱，就不要想太多。这就是我过年的时候在农村这样
拍的一些场景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些叔叔阿姨们，人家早上5点、4点就起来要这抢妹子，卖的就是那么1块钱1斤的青菜，是大部分还卖不出去，最后还是挑回去喂自己的鸡、喂自己的鸭。你想想，如果靠挣这些东西，你要维持生活都很艰难。看看身为宝妈难不难？昨天孩子们都开学了，然后呢，我把孩子们送到学校里边，在工业区找了1天的工作，根本就没有找到，哪有招聘的呀？大门口都没有个招聘的。今天我不在工业区找了，然后来大街上哈，这是我们县城的主街道过来找，同样门口连个招聘的都没有，工业区没有招聘的。老乡们，这后面全部是回老家的人啊，行李全部提回家了，冰箱、洗衣机、空调啊，把那个衣车也搬回去了啊，把那个衣架你们看一下，全部搬回去了，全部是回老家的兄弟们。搞不成了啊！广州已经混不下去了，打工潮已经结束了啊，返乡潮已经来了。你们看一下，这后面还有几车人，每天都是人来人往啊，全部是大包小包的回老家了啊！没有来广州的不要来了啊，就到老家。今天早上刚来厂区，看到这个兄弟坐在树底下，一问才知道，初4就来武汉了，被黑中介骗得身无分文，没钱吃饭，没地方睡觉。我刚准备给他安排个工作，结果他说他身份证还在上一个黑中介那里压着，还不给他。武汉的中介赶紧说是哪个人给他身份证压的，赶紧给我送过来，我给他安排个厂。兄弟们都说是过完年，餐饮的店铺里面像打了百草枯。这个米线是我们的店啊，我给你看一下店里面的情况。我们店里面也打了百草枯，寸草不生，一个人都没有。11点钟了都已经。路上都没什么人，对面一个人，这旁边也只有一个人。网上大量视频显示，浙江嘉兴外贸厂倒闭，员工等领遣散费；江苏无锡一家公司没订单，资金链断，老板突然跑路。另外，大批的复工人员没有工作，因此广州火车站出现返乡潮。还有网传视频显示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1线大城市的打工人，为了节省房租，住在车子里、废弃的房子里，或在桥洞里搭帐篷。有的可能是找不到工作，直接露宿街上或桥下。从早上10点钟开门到现在，已经6点钟了。万达那个时候才有点人流，现在是卖了2等，该怎么办？年也过完了，整个产业园都是冷清清的。难不成现在的人都不缺钱的吗？不用出来上班的吗？今年的情况大家也算是有目共睹了。往年好多兄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找不到工作是自己的原因。今年可不一样，压根儿他就要不了几个人。你来300人，我要100；你来400人，我要100多；你来500人，我就要250。这就是今年开年的行情。其实我们出来打工最怕的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，因为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找工作，证明有地方可去，有地方面试，进去进不去的，还有地方要人。我们害怕的是他突然不要人了，无工可打，无厂可进。吃饭了，来南通3天了，没找到工作，吃的面条子加一包泡面，还从老家带来的了，人家闺女炖床边凉吃的。你今天你找工作可找到吗？没有，人家都嫌我年龄小，不要我。不够18岁，找工作找不到。你看这个当家那个人了，也是的，跑半天没找到工作，人家他还坐沙发上吃的嘞。坐在床上吃吧。那明天这还去找工作啊。服务员大姐说她蹲在那不喊1个多小时了。干嘛呀？他说他2天没吃东西了，下午人弄人家给他弄点东西给他吃。给他吃的没有？给他吃的没有？没有。你这个怎么回事啊，哥？怎么办行吗？怎么回事嘛？让我去桥洞去住啊，住的地方也没有。你现在是来广东吗？还是刚来广东？对。那你身上的东西呢？我没有钱啊，这是要找厂又没找到。好好的江阴市中心的商场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了？这个果维克这个牛排都倒闭关门了，我记得去年还过来吃过的。这个楼下也是惨不忍睹吧？作孽！
东湖迁街的赵一鸣，盖得好好的，被迁街的老总说关门就关门，又是被资本收割的一批呀。这一排的实体店，在云南菜我还来吃过，全关了，咋回事啊？都别抱怨了，今年干不下去的不单单光是驾驶员，你们知道吗？连物流公司都不知道倒闭多少，出不起价格。现在的价格，老铁们烂到极限了。就我现在在服务区里，我下去让你们看看，都没有一个正常的车能拉上一趟是正常的货。你望望这1600公里加上放空，差不多1800公里，3800块。你说你这价格你怎么干嘛？啊？你们看看这9.6米的这4条车，你看它装的这高度，这都是9.6米的活吗？啊？看看这是9.6米该干的活吗？啊？这装的高度得多高了？我觉得我这车在面前都是个弟弟。现在在临潼服务区啊，看看这个车型，老铁们，2轴的9.6米，看看这啥车？哎，这自己改的应该是，看没看着？正常车辆喝稀饭都喝不到。再看看这台车的高度，吓不吓人？我放空了几十公里了啊，今晚就在这服务区里度过了，让你们看我拉了什么货。拉了一车的高价货，老铁们看看，这价格老高了，跑得还快啊，全是高价货。现在的环境属于一个什么环节？我就告诉你们吧啊，车多，没有货，就是手机上不出货，知道吗？它不是价格的事了，是根本都不出货。从安徽农村来上海打工多年的水电工陈先生说，这几年工作量减少，工资一降再降，而且收入不稳定。为了节省开支，去年花了700元人民币买了一辆2手3轮车居住，每年至少可省下1-2万元的房租。陈先生说，我们的收入是一年比一年少，没有多少活做，不租房子，捡了个废弃厂，住3轮车里面，2米长，1.2米宽，睡个人是够的，披个保温棉，盖了一床被子，电热毯。另一位贫困农村家庭出身的小刘，在成都一家公司当会计，月薪只有3-4千元，家里有年迈的母亲和外婆要抚养和看病，赚的钱不够用，没钱付房租，最后被房东赶出门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